姑娘，附近有村落，不如咱们先找个地方歇息一晚再走，不然若是走了岔路或者遇到滑坡，可就麻烦了。行，快些找个地方，咱们歇息一晚再走。忽然，远方雨雾之中亮起了一片火把，一个身穿红嫁衣的姑娘跌跌撞撞地扑倒在马车前。救命！救命啊！你是人还是鬼？恰在这时，方才先一步骑马去前面探路的罗晋也赶了过来。前方有许多村民模样的人拿着火把在寻人。求求你们，救救我！救救我吧！我不想被抓回去，我有罪，可我已经有心上人了呀！我不想做贤妃，我只想跟阿年哥做一对平凡的夫妻。我求求你们，你们带我离开这里吧！随便去哪里都可以，当奴婢做苦工都可以。我不想去仙宫，所有去仙宫的新娘都没有回来，我不想去，我有罪啊！姑娘，这是人吧？不如我先带他躲起来，你们待会儿见到那些村民，问一问是怎么回事儿。把你的手伸出来。欢娘！陆叔，你带他先走，明日一早直接进城，我们在城里会合。姑娘，得罪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来这里做什么？这位大叔，我们是往豫州城寻亲的。我父君在豫州城里做点小买卖，我姐姐生病了，爷爷身体也不好，突然遇到了暴雨，不敢继续赶路，想在附近寻个地方落脚，却不想被拦了路。大叔，您是附近村子里的人吗？能不能帮帮我们？我可以给钱的。马车里还有什么人？谁叫我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姐姐脑子受了点刺激，我们平时都不让她见人的。你们路过这里，刚才可有听到什么声音？见到什么人？我们被这棵树给拦住了路，正想着怎么把它给搬开，好不容易见到你们过来，若是有其他人，也不至于被拦在这儿了。中年男人看了看那棵树，倒不算是棵大树，但凭借他们这一车的老病弱，以及2个一看就很没用的小伙计，确实很难搬开。去把树挪开，带他们过去。你们就在阿庆爷家里歇息一晚吧，他们家里有3间房，只有他跟他小孙女儿。我方才跟他说了六伯的意思，可以让你们住一晚，不过明天一早天亮之前，你们必须得离开。多谢小哥，天一亮我们就走。那是阿庆爷，你们自己跟他安排一下，我们还得回去接着找人呢。多谢，今晚就麻烦您老人家了，我们用2个房间就够了。听说您还有一个小外孙女，可以跟我和姐姐一起睡。我不要你的银子，我闻见你身上的药味儿，你是大夫吧？你给我一点药，给我孙女治病，我只要药丸子。她的痫症是不是小时候高热导致的？我带来的药材不全，只能配出来一个简单的方子，若是配合针灸的话，效果会更好一些。我路过此地，既然遇见了，您若是同意，明日我走的时候可以带她去豫州城，给她治疗一段时间，可以治愈。我只要药丸子。阿庆爷，你孙女她还小，要是治好了，就不会影响她以后的生活，就算治不好，也可以控制发病。你不必，我只要药丸子。老哥，今日我们叨扰，理应报答。你放心，此事我们应下了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来做药丸子。我这孙女针灸很是厉害，让她给小姑娘再扎几针，也能撑些时候。他这么说，阿庆爷才算是松了口气，佝偻的背深深的弯下来，给他们行了礼，然后带着孟老和陆瞻去了东侧的屋子。姐姐，我的疯病真的能好吗？这不是疯病，当然能治好。你看那个姐姐，她是神医，肯定能治好你的。你明天偷偷跟你爷爷说一声，跟我们去治病。我不能去，姐姐，
为什么呀？你不想跟别的小伙伴一样健康的长大吗？我想，我的病要是好了，爷爷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可是我的疯病要是好了，我就要和村里别的姑娘一样，嫁去仙宫当妃子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姑姑就没有回来，娘也没有回来，二婶也没有回来。后来爹就死了，二叔也死了。仙官说是我们家不够心诚，才会让我得了疯病，让爹和二叔都死掉。但是爷爷跟我说，疯了好，疯了就能一直留在家里了。可他又舍不得我那么苦，总是偷偷摸摸的想给我弄来一点药吃。陆泱泱听着小姑娘的话，心中的疑惑越发的浓重，也不由得震惊和心疼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小，姐姐，我叫小小。小小，你能跟我说说为何要嫁去仙宫当妃子吗？你姑姑、你阿娘还有你二婶，他们都是去了仙宫吗？他们都去了仙宫当仙妃当娘娘，但是谁都没有回来过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，一家人好好的在一起不好吗？可是我问爷爷，爷爷说这是命。村里人说我们这儿的人想活下去就要敬神，我们没有钱供奉不起好的贡品，若是不能让神仙满意，就会降罪于我们。就像我这样的得了疯病，就是因为祭品不诚信才会受到惩罚。你只是生病了，不是什么惩罚。人都会生病的，但是大夫会治病，治好了就没事了。我知道，姐姐，爷爷以前就是大夫，我阿爹是在府城的医馆里当学徒的，后来府城的医馆都没了，我阿爹也就回来了。村里人以前可喜欢我爷爷和阿爹了，但是后来就说他们是被邪魔附了体，要驱邪。我每次发病就是有鬼上身了，是疯病。那你还记得你们村子里多久举行一次祭祀吗？有祭品才能祭祀，有时候1个月，有时候3个月，或者更久。村子里已经很久没有祭祀了，所以受到了惩罚。入冬以后死了好几个人。有祭品才能祭祀，而这个村子里的祭品就是那些女子，所以是真的叫他们早点走，还是根本没打算让他们走？陆泱泱突然间生出一种十分不好的预感。你先帮他针灸，我出去看看。会不会有危险？都是一些村民，我能应付。你待会儿去跟陆瞻说，让他带着伙计看好我们的马车，等我一回来，要是有不对立刻离开。哎，你说六伯怎么想的啊？真要拿那2个姑娘当祭品啊？怎么你还舍不得了？哎呀，不过那2个姑娘长得是挺好看的，要是能娶来当媳妇就好了。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姑娘呢。原来觉得欢娘最好看，这么一对比啊，差远了。欢娘好看，还能有阿庆爷家的阿元姑姑好看吗？这好看的姑娘啊，哪能轮得到我们呢？那都是给仙宫的主人享受的。哎，你小声点，别让人听见了。仙宫的主人是我们能议论的吗？今年入冬，村子里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。要是这次的祭品仙官再不满意，不肯赐下仙丹，也不知道还要死多少人呢。仙丹，哼，年年求仙丹。哎，这村子里的人都求没了一半了，现在更是10里8村的都找不到个像模像样的姑娘了。我就不想要仙丹，我想要媳妇儿。嘿，不要命了，还不赶紧闭嘴！
才偷喝几口你就胡言乱语，什么话都敢说。忘记去年有人公然妄议仙宫，半夜里被灭门的事情了？那个小哥听到这话，也吓得陡然一激灵。再等会儿，等他们差不多睡熟了，放点药进去，将人迷晕了，别耽误明天的祭祀就行。那剩下的几个人怎么办？一起下药迷晕了，明天往山里一扔，管他们怎么办呢？我要是说不同意，你们想怎么办？两人瞬间毛骨悚然，不可置信的慢动作的转过头去，只是还没有看清楚陆泱泱的脸，陆泱泱就直接抬手在两人颈后一人一个手刀给他们劈晕了。把针取了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姐姐，我们要去哪儿？离开这里，等下要是害怕的话就报警我，听到了吗？那爷爷呢？爷爷跟我们一起走。好。你们想做什么？冲着老头子我一人来便是，放过我孙女儿！老人家，你可别误会啊！你且抬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本官呢，乃是这豫州府新上任的知府，你有什么冤屈，且同本官说，本官定为你主持公道。阿庆爷万万没想到，这几人半夜将他们给带走，竟然是带到了这豫州府衙来。草民没什么冤屈，只求大人能开恩，让草民带着孙女回家去。这小女孩得了闲症，还请林大人能够收留他们几日，我让青青给她治个病。这样，去后院收拾个房间，先带着几位一起去休息。林大人，殿下呢？你一定见过他了，对不对？哟，小丫头果然长大了呀，这么急着见夫君呢。陆泱泱从前也被人这般打趣过，只不过那时似乎并没有特别奇怪的感觉，但是不知为何，被从前如同长辈般的林大人这样打趣的时候，他内心竟是生出了一丝的小羞涩，像是一颗懵懂的嫩芽钻出来，在他心间轻微的跳跃着。还害羞上了。哎呀，真是难得的紧。想当初我见你时啊，不止一次回去跟夫人唠叨，我说就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，本事又大的丫头，哪儿有小子配得上？怕是这辈子也开不了窍了。嘿，如今这几年不见，都会脸红了。我这要是回去告诉夫人啊，她保准高兴的叫人多给你蒸几笼大包子吃。要不是您那么抠门，总是克扣我工钱，夫人会次次见我都想着补贴我吗？嘿，混丫头，你怎么不说说你哪回上门不是把我们家包子给吃干净了，一个包子皮儿都不带给我留的？陆泱泱眨巴眨巴眼，那会儿他是真的饿啊，从来都没有吃饱过，能蹭上一顿饭他生怕少吃了，怎么可能还剩下？哎呀，您快说呀，殿下他人呢？他住在哪里？我现在能去找他吗？不巧啊，殿下不在豫州城。什么？陆泱泱急得一巴掌拍在桌案上，桌案哗啦一声四分五裂。哎呦呦，你这丫头，你激动也别破坏我的桌子呀！你对你的手劲心里没点数吗？这可是值好几两银子呢！哎呀，我的桌子呀！哎，大人，你别肉疼了，我赔给你。真的，我一会儿就叫青青给你买张新桌子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行了，叙旧也叙了，知道你着急。来吧，说正事儿。豫州的事情有些复杂，具体是怎么回事，牵扯到什么人，天下没有同我说。我这边知道的是，大约5年前，这豫州府来了个道士，号上清道长，据说是个从蓬莱仙山而来，得道成仙的仙长。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你知晓是胡说八道，但是这世间信奉此道的人可不这么想。哎呀，这上清道长来了以后，攀附上了贵人，从此以后这豫州城里
开始信奉着上清仙人，还建了仙人观，日日供奉香火。这上清道长收门徒无数，给供奉仙人的信徒发放仙丹，从此百病全消。也就短短1、2年的功夫，整个豫州城从府城到下面的县镇，甚至是村里都开始信奉仙人。他们不仅建了仙人观，还在玉明山上建了仙宫。至于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，因为他们借着劳役的名义去修建仙宫，这去了的人没有一个回来的。怎么可能？劳役岂是随便定的？官府是干什么吃的？嘿，你且说对了，官府管不了这事。不光如此，这豫州府下辖8个县，县令死了3个，跑了2个，重病退了1个。如今总共剩2个县令，还半死不活。不光不管事儿还成了这上清仙人的忠实信徒。知府5年走了3个，这才叫这豫州成了烫手的山芋。若不然哪里轮到我一个偏远地区的县令连升2级来这当知府啊？都这样了都没人管，那上清道长背后到底有什么人？这就是最难办的地方。但没人知道那个人的身份，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。你方才不是问殿下去哪儿了吗？找那人去了。豫州府的乱象，凭借一个道长掀不起什么波澜，解决了背后那个人的问题其他问题自然也就能迎刃而解了。仙丹丹杀，利用仙丹操控海盗，在海上肆意劫掠商船。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又打压全城的大夫，以仙丹操控民众，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不放过，莫不是要反哎呀，什么话都敢说，传出去怎么办呢？我这知府府上也不是一块铁桶，你这混账丫头，怎么去了京城几年，一点都没变呢？你先别急，我就是奇怪，殿下有没有跟您说瀛州的事情？我在去瀛州的路上遇到了海盗，本想着抓到官府去，也好查一查这些海盗的身份，叫他们警惕一下。谁知道那海盗刚被抓就服毒自尽了。我跟青青发现，那些海盗长期服用丹砂，以至于丹砂中毒，然后身上还藏着顷刻毙命的见血封喉，一旦出事就立刻服毒。这哪是海盗这分明是死士。我这一到瀛州就被这些海盗给盯上了，我将他们扭送到官府，结果官府扭头就把人给放了。甚至那天码头上海盗上岸见人就杀，官府竟然迟迟没有行动。若非最后殿下请来了水师，那天码头上的上千百姓全都得死在那儿。照您说的，我几乎可以确定，那些什么海盗就是那个上清道长派去的。他这是已经不满足于豫州，已经把手伸到瀛州去了。瀛州是什么地方？是最大的海货码头，每天从那边进出的海船不计其数。若是任由他们这么横行下去，会是什么后果？你想过吗？还有，您知道我们昨天晚上遇到了什么吗？昨天晚上下雨，我们本想着找个村子借宿一宿，谁知赶巧碰上那村子今天要搞什么祭祀，送什么新娘去仙宫。他们新娘子跑了，就想暗中给我和青青下药，好捉了我们去祭祀。这些人全都在服用丹砂，为了这玩意儿，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丹砂是药，但是一旦过量或者久服就会中毒，并且此毒无解。症状轻了还好，症状严重的话，活不了几年，必死无疑。再这样下去，整个豫州都完了。这是所有百姓都在服用慢性毒药这不是想造反，是想干嘛？我之所以能到这里，有殿下的安排，但也是补缺才过来的。总共来了不到2个月，光是这豫州府的事情就搅和得焦头烂额。我到如今信送了出去，连一个县令都没见着。府衙里有关仙丹这些事情的卷宗全都干干净净，
几年下来都没有什么正经案子，多半都是过路的商家四处扯皮，同伴没到任，同知称病闭门不出。我去看了一回，眼见那同知才不过跟我差不多岁数，也就30来岁，这眼窝凹陷，皮包骨头，就跟被抽干似的，精气多出气少，一副快要不行的样子了。我本想着送个大夫进去啊，结果那一大家子跪着求饶命，死活不肯要大夫进门。我这里里外外忙活了1个多月，才理清楚这豫州府啊是个什么情况。但是下边辖区是个什么情况，尚且还顾及不上，对你所言的这个丹砂毒也不甚清楚，只知道光是这个月这么死了的人就已经不下10个了，而且还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。我也问过大夫，怀疑是中毒，所以遇到发作的就带回来，暗中找大夫给人催吐，就是救过来了，但也不敢放出去，生怕出什么事情，更不敢让大夫露面。哎呀，我确实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些人的手已经伸了这么长。殿下过来只匆匆与我见了一面便离开了，说先去解决背后之人，想必是知道那人身份的，但对于豫州真实的情况，怕是殿下也不得而知啊。林知府内心焦躁不已，忍不住起身在书房里走来走去。若是不知道此事厉害，他尚且能够等着殿下解决掉背后之人，再慢慢图治。可此时叫他知道，不只是豫州城里，而是整个豫州府都因着一颗所谓小小的仙丹而沦陷，他如何还能坐得住？林大人，您别走来走去的了，我们现在得赶紧想想办法，不然因此而死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你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啊。大人，有个人说要找陆姑娘，现在在外面等着。什么人？是个大个子，长相有些凶。是罗叔，你先把他请进来。罗叔是跟我们一起来的，昨天路上遇到那个逃婚的姑娘，怕被发现，就叫罗叔先带着人躲起来。今日一早来府城跟我们会合，方才我跟你回来时，托伙计去找守卫留了口信，没想到罗叔这么快就找过来了。原来如此。罗叔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昨晚那个叫花娘的姑娘呢？罗静神情有些严肃，他没有着急着回话，看了一眼林知府。这是林知府，我从前的旧识，也算是我的长辈。罗某见过知府大人。哎呀，莫要多礼，你快且说说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那姑娘回去了。什么？罗叔，到底是出什么事情了？花娘是自己回去的吗？昨晚我带着她离开后，其实并未走远，我先将马藏了起来，带着她找了个安全的地方躲了，想等着寻她的那些人离开之后再带她离开，省得留下痕迹被人一路追赶。谁知就是躲起来的时候，听到那些人在议论，说是真找不到花娘就算了，反正方才过路的有2个姑娘，换了衣服送去也是一样的。他们大概是打定了主意，找了一会儿之后没找到痕迹，便商量着往回走了。等他们离开之后，花娘就一直十分不安，说会因此害了你们，纠结许久说要回去，被我给拦住了。我相信以你的警觉，那些人不会把你怎么样，又有小医监那样的用毒高手在，即便是给你们下药也起不到作用。无论我如何同他解释，他始终不安，断断续续地同我说起来，说他们附近10里8村适龄的姑娘，但凡有几分姿色的，全都被嫁去仙宫当了仙妃，没有一个能回来的。起因是征劳役，早些年1年一征，虽然累点辛苦点，但也不至于要人命。再后来是因这豫州地广人稀，多半都是逃荒来的人，太子殿下着令免了他们的赋税，劳役也轻了许多，甚至还有钱拿。于是当地人是不排斥劳役的，可就打几年前开始，去服劳役的人一个都没回来。原本该1年1次的劳役变成了1年2次，接着1年3次、4次，差不多2、3个月就要征一次劳役，且是有去无回。村民们被逼得没有了办法。
后来得知，只要能拿出祭品求得仙宫庇护，请到仙丹，便能免除劳役。村民们拿不出钱，仙宫派来的仙官便说可以嫁漂亮姑娘进宫当仙妃，越漂亮求得的仙丹越多，而1粒仙丹就能免1个人1次劳役。于是从此以后，他们便开始组织祭祀，将适龄的姑娘装扮起来送去当仙妃。好看的姑娘选完了，就选已婚的年轻妇人，但凡有几分姿色的都被选了去。选到10里8村都不剩几个适龄姑娘了。可即便如此，去服了劳役回不来的青壮年也越来越多，甚至因为不心诚服了仙丹的人，也偶尔会受到惩罚死掉。花娘说，他们村里她如今已经是最后的希望了。她不想去，但是真的逃掉了，她又开始害怕起来，害怕因此连累无辜，也害怕明日劳役又要被带走许多人。我知晓此事定不寻常，也不是她一个姑娘能解决的，便劝她进城之后再想办法。她纠结许久，便也答应了。我不好与她一同过夜，便在附近找了个山洞，让她暂且休息一会儿，我在外面守着，等到天亮再进城。谁知天还没亮，她便借着方便偷偷跑了。我担心她回去之后出事，便骑上马进村去找她，可我们还是晚了一步。你们？他们祭祀并非是在村里，而是在附近的仙人观里。我找到花娘时，她也才刚走到村里，但是村里的人已经抬着另外一个人去了仙人观，我们去的迟了。是村里别的姑娘吗？正是昨日领头的那个村长，他们称作六伯的。他家中的姑娘叫做秀娘，且今年才13岁。花娘跑了以后，他们追不得，最后实在没办法，便去给那小姑娘换了衣服，天没亮就抬着去了仙人观，简直畜生不如。那后来呢？那2个姑娘如何了？我本想带着花娘离开，可花娘说是她害了秀娘，她已经没有脸面再活下去了，无论以后怎样，那都是她的命，坚决不肯跟我走。我深知此事没那么简单，也不敢多留，匆忙赶来了府城。我有一不情之请，虽不知那仙人观是什么地方，那仙宫又是怎么回事，但是2个姑娘尚且年幼，罗某当时不明情况，不得不先行离开，但实难放下此事，还请知府大人能指派几个人同罗某一起将人给救出来。知府大人请放心，在下一定谨慎行事，无论有什么后果，绝不轻易连累大人。大人，你现在能够调动的兵马有多少？若背后之人已经不足为惧，那我们还等什么呢？干了！等着，我去换身衣服，且同你们一起去，讨了那个上清道长的老巢去。好，我们也去收拾一下，待会儿在前面院子里会合。我去喊上青青一起，他才是真正来自仙岛的小医仙，大部分的毒都难不倒他。我们昨夜能从毒蛇岭顺利走出来，可多亏有他在。这个太好了。灵知府点头，匆匆忙忙出去安排了。张氏，你是疯了不成？疯妇，你这个疯妇，快把刀放下，反了不成？我们于氏宗族岂能容你这种疯妇？待六子回来，便叫他将你休回家去。张氏，让旭娘出嫁是宗族的决定，你一介妇人不从情理也就罢了，怎么能随意伤人呢？快些将刀放下，不然今日定不饶你。杀了这老东西，还得给他偿命，多晦气啊！哎呀，乡亲们，你们听我说，官府从未强制征过劳役。我叫凌品章，是这豫州府的新任知府。我今日来就是要挨个村子通知到，大家不要害怕。从今天开始，官府会严查乱征劳役之事的始末，保证豫州府每一个百姓的利益，不会再有从前的事情发生。你们且安安心心的待在家里，等朝廷将此事查清楚，处理干净，一定会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家里被强征劳役的，每一笔官府都会核实登记，给予补偿，保证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。然而凌知府此话说完，围观的百姓们只是默默地看着他，
面无表情。仙人观强征劳役，让你的女儿成为祭品去求取仙丹，你敢将仙人观砸了吗？敢，那就去砸了它。走。围观的百姓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们。乡亲们，我们信奉仙人是为了得其庇佑，但是你们信奉的那么多，家中儿女皆失，劳役还在继续，仙人保佑你们了吗？没有，仙人都不保佑你们，留着他们的冠羽干什么？砸了它，看一看这仙人到底是仙还是吃人的鬼。官府会给他们做主吗？哈，谁会相信呢？若要有人做主，他们会变成现在这样吗？我去，我要去看看我们日日求的仙人究竟是仙是鬼。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跑，是我害了绣娘，所以我要去看看。若当真是仙人，若真能保佑我们，我愿意当祭品，将绣娘换回来。若不是，我也想知道我们要被嫁去哪里，要被嫁给什么样的神仙。我也去，我要去看看我的女儿被嫁去了哪里。既是嫁给了仙人，那仙人为何不保佑我们？对，我也要去问一问，为什么我们日日求仙，仙人却不保佑我们？走，就算是爬，我要爬过去看个清楚。走。祭祀已经结束，今日不再接受香客，都速速离开，莫要扰了仙人清静。乡亲们，给我砸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这些刁民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！岂是你们这些卑贱之人能够随意踏足的？打扰了仙人清静，你们就等着天罚吧！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们。我已经砸了，天罚呢？罚呀！你让他罚我呀！你什么你？给我看着！罚了吗？还罚不罚？不罚我可就继续砸了。道长彻底傻了，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你是什么人？胆敢对上清仙长的冠羽不敬，上清仙长一定会惩罚你的。哼，上一个说要这么罚我的上什么仙姑，已经人头落地，死无全尸了。让你们上清仙长出来，我会会他。上清仙长岂是你能见就见的？狂妄之徒，狂妄之徒！你且等着仙长的惩罚吧。说，仙丹在哪儿？道长被打懵了，颤巍巍地指着供台上的盒子。陆泱泱跨进去，将盒子拿了起来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满满当当的一盒仙丹。他随手抓了一把，拎了一个道长，直接塞到了那道长的嘴里。没一会儿功夫，那道长就开始浑身抽搐起来。都看到了吗？什么天罚，不过是这丹有毒，吃多了中毒而已。这哪里是什么仙丹，这是毒丹。那分明是仙丹呀，怎么会是毒丹呢？怎么会呢？他们真的不是在做梦吗？但是此时艳阳高照，他们怎么可能是在做梦呢？你们把我的孩子还回来呀！还回来呀！什么狗屁的仙人！你们这群馋鬼！我要砸死你们！砸死你们！你们死定了！你们这些愚蠢的刁民，你们死定了！仙人一定会惩罚你们的，一定会惩罚你们的！女儿呢？啊！你们把我女儿送到哪里去了？你们把我女儿弄到哪里去了？说呀，说呀！我说，新娘们都跟着仙官去了仙宫，仙官们会将此行收来的新娘全部都先挑选一遍，长得一般的留下来自己用，长得漂亮的都送去仙宫，要是有幸被个人看上，还有可能留下来做妃子。他们当真是有好处的啊！真的。那我的绣娘呢？我的绣娘呢？她才13岁呀！你们这群畜生！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我不知道啊！
这时，旁边另外一个年纪稍微大些的道长被这一幕吓得双腿发软，颤抖着努力往角落里缩着身子，好似生怕被人注意到一样。别废话，说，把你们上午送来那个小姑娘送到哪里去了？不说实话，我就给你塞一大把仙丹，让你也早登极乐。那个姑娘长得灵巧，是上清仙长最喜欢的类型，必然是要送到仙宫去的。这一次送去这个小姑娘，我们都能得到奖赏。仙官一早骗仙的那姑娘走了，明日一早就能将那姑娘送到仙宫去。老畜生，从哪儿送走的？送走多久了？给我起来带路！陆泱泱抬脚就将门给踹开，一股难以形容的恶臭、腥臭混杂着血气，汹涌地扑面而来。陆泱泱眼神下意识地落到其他姑娘身上，这才发现这些姑娘一个个竟然都怀了身孕。罗叔，去喊人！大人，麻烦大人先喊人过来，将他们找地方安置一下。这些姑娘只是这个仙人观里藏着的，这一路到玉明山的仙宫，还不知道有多少姑娘遭难，还要劳烦大人将他们能救出来的都救出来，先行安置。等事情了结了以后，我会想办法安置他们的。交给我。那我就先走一步，去玉明山探一探那上清仙长的情况，等着跟大人会合。殿下在那边定然布置了人手，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及时去求助，切莫轻举妄动，先想法子将那小姑娘给救出来，等着我带人过去同你会合，可明白了？明白。秀娘，你是谁？我是来救你的，你娘托我来的。你现在怎么样？能动吗？他们在我身上扎了几下，我动不了。你真是我娘找来的吗？你回去吧，跟他说我没事，我还活着，我会好好活着的，叫他别担心。陆泱泱半边身子伸进棺材里，摸到了他的手腕，捏了捏，然后从自己身上取出银针，在秀娘身上扎了几下。试一试，能不能动？姐姐，你是神仙吗？时间不多了，以后再说。现在快点把你的衣服脱下来，我送你走。那你呢？你先走，等下我送你去跟坚硬的人会合，他们会带你回去见你娘的。我晚点就来，快些。不行，姐姐，你不知道，下面有很多人，他们说上面也有很多人。如果你把我放走了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娘她还好吗？姐姐，我没关系的，你回去告诉我娘，让她不要担心我，我不怕的。突然听到上方传来的打斗声，糟糕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了。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别出来，我会来救你的，等着我。敢不敢？敢。死瘸子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胆敢擅闯者一律杀无赦。哼，杀无赦，你来试试。狂妄！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？这玉明山上下都是我们的人，就凭你们这几个人，就算插翅也逃不出去。在上方剧烈打斗之中，棺材也随着铁锁自然的牵动在缓缓上升，悬挂在岩壁之上的铁锁忽然应声而断，悬挂着棺木的铁板也瞬间失去了平衡，朝着下面落去。姑娘，可还安好？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滞下来，陆泱泱只觉得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，会在这个时间遇到宗悫。殿下，很疼吧？不妨，还撑得住，只是要麻烦泱泱扶我一把，现在是有些疼了。陆泱泱担心的脑子都要不会转了，不过却还是记得自己刚刚听到的动静。殿下，我跟林大人发现他们在山腹当中挖了通道，将这附近的几座山给串联了起来。其中一座山腹当中是丹砂矿，有个叫上清的臭道士用丹砂炼丹祸害百姓。
假借官府的名义征劳役。这些姑娘就是因为家中的劳役被主动献上来的。我将那姑娘先藏了起来，然后我换上了她的衣服上山，想看看那臭道士究竟想干什么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在找一个人，只是将这附近给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有找到人，所以才打算声东击西，直接逼上仙宫，看对方会不会露面。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，有一个地方我忽略了，裴姬带了人会暂时拖住他们，你等下可见机行事，万事小心。知道了，殿下。殿下也是，殿下也要小心。等我找到了小医仙，等回去我让他重新给殿下配药方，定能缓解一些。上山以后设法让裴姬看到你，他会暗中给你接应。那殿下呢？我要找的那人不能让别人看到。你方才说他们在山里挖了通道，并且是以铁索连接到了一起，是吗？陆泱泱点头。我大概知道了，还得去确认一下。那殿下，我先走了，殿下万事小心。好。他前脚刚将棺材给合上，后脚便听到了有打斗声到了他旁边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裴寂听到声音，目光飞快地掠过，同他对视了一眼，然后迅速地改变打斗的方向。没一会儿功夫，一行人就踩在铁索飞到了对面，撤了个干干净净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怪不得眼巴巴的送过来，竟然漏了这么一个极品货色。头儿，怎么办？灭口吗？瞎了你的狗眼了啊！几天没货上山了？5天了吧？所以你是想一起陪葬吗？带着一起上山去。那瘸子不知道是不是掉下去了，派人去找。捣乱的要是没抓到，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希望这姑娘能让县长满意，兴许他老人家心情好了。后面的话没说，但是大家都听懂了。陆泱泱也听懂了，垂着的眸底一片冷寒。又从哪儿弄来的小妖精？怎么会是他呢？怎么会这样？要不是陆泱泱还稳得住，此刻都要叫出来了。纳兰云烟，那个高调的嫁给了大殿下的纳兰云烟，北燕的郡主，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什么脏东西都敢往这儿送了是吧？哎，你们那什么狗屁仙长，一只脚都他祖爷爷的进棺材去了，还三天两头收什么小姑娘？他要不要脸？他还要不要脸啊？害不害臊啊？滚！给我滚！小道童被吓得两股战战，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。也不知道是被纳兰云烟给吓的，还是被他那些骂人的话给吓的。我让你滚没听见吗？聋了是不是？回去找那老不休告诉他，本郡主是这大招的大皇子妃，皇妃明白了没有？不是这什么狗屁仙宫的什么狗屁仙妃，再敢有事没事使唤我叫人剥了他的皮。小道童吓得屁滚尿流的爬了出去，头都没有敢回一下。还有你，见了本郡主你敢不跪？找死是吗？陆泱泱无语。就在陆泱泱考虑要不要识时务一点先蒙混过去的时候，你不是那个纳兰云烟一时半会儿叫不出陆泱泱的名字，但是陆泱泱在他表情变化的一瞬间就知道，完了，这一下是躲不过去了。不想死的话，安静点儿，别让人进来，不然我先解决了你。陆泱泱松开他，后脚便有护卫还有这宫中伺候的宫女跑了进来。仙妃，发生了何事？滚！我心情不好，不能喊两声吗？不是说过了，我的大殿不许任何人进来，你不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滚！护卫们面面相觑，只得躬身退了出去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嫁给我表哥的大昭公主的好姐妹，后来成了太子妃，又被废了的那个，叫什么来着？
我想想，陆泱泱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来这儿之前，听说你跟太子殿下被流放到了豫州。啊，你是被流放来的？是，我被流放到了豫州，中途殿下出了意外被刺杀，我一个人被送到了豫州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就被人掳上了山。倒是云烟郡主，你不是嫁给大殿下以后，随着大殿下一起出京治病去了吗？为何会在豫州这种地方？这里可是流放之地，您身份如此高贵，怎么能受这种委屈呢？你们大招人真不是东西，全都是骗子，全都是骗子！我要是早知道我嫁来大招，嫁给你们的皇子，结果却是被扔在这种破地方的话，打死我都不会来的。当初说要两国和亲，我那些表姐妹们一个个都说什么好想去大招，听说那里有这世间最繁华的地方，宛如仙境一样，过的都是神仙日子，吃穿用的都是神仙用的东西，什么都是最好的，都是我们燕北听都没听过的，做梦都想要跨过顺河拥有的地方。我不信，我还跑去问了那些留在燕京的大招人，他们也跟我说是真的，大招真有那么好，他们做梦都想要回去。我本来是没那么想来的，但是恰好我父皇给我找的那些骏马，我一个都不喜欢，长得又黑又粗的，还说什么是我们燕京的大勇士，可是跟画本子里的黑熊精有什么区别？我才不要嫁给那样的人，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和亲，跟着表哥来了大招。结果你们大招人长得一个个人模人样的，全都是骗子。那个大殿下骗我说只要离开京都找到了小医仙就能治好他的脚，说要带我一起去找小医仙治病，带我游山玩水，带我去仙山神境。我信了他，还主动请你们皇帝陛下赐了婚，我还带着我的嫁妆跟着他一起离开了京城，结果他把我往这儿一扔，他就跑了，他就跑了。陆泱泱也没想到竟然会是这么一个情况，这大殿下也真是够不要脸的。因为西北的事情被陛下软禁，借着云烟郡主离开了京城，结果利用完了，直接把人一扔就跑了。你知道大殿下为什么要将你扔在这里吗？我要是知道我还会在这里吗？我但凡能离开这里，我就回大燕去了。谁要待在这种鬼地方？谁要待在你们大招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只要离开这里，我立刻就回去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来你们大招了，一群骗子。那你想不想离开这里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虽然被废了，但好歹也曾经是太子妃吧。我被流放到豫州做苦力也就罢了，被莫名其妙弄到这个地方，我可是听说来了这里的姑娘可都回不去了，我也不想死啊。不如我们联手离开这里，怎么样？我才不会相信你呢，你们全都是大骗子。纳兰云烟张嘴就回绝了，可是下一刻他又忍不住皱起了眉头，脸上爬上了一抹纠结。你真能带我离开这儿？你不会骗我的吧？你是不是想跟那个大殿下一样，把我骗走以后再对我下手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死了，我父王一定会打到大招来替我报仇的。你现在除了相信我，有没有别的办法吧？大不了我就不走了，反正你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历来和亲公主就没有什么好下场，你但凡读书多点，也知道没事别轻易离开京城瞎晃悠。大殿下确实一时半会儿不会杀你，但是他要是把你往这儿一扔，就是10年8年呢。你是能传递消息还是能怎么样？哼！你现在死了，你父王可能会着急，但是时机赶得刚刚好，你们大燕的皇帝可能还会找个借口发动战争，直接打一场。但是你要是过2年再死呢？生病会死，生孩子会死，理由多的是。到时候就算你父亲真能千里迢迢来给你做主，你死都死了，谁给你做主有什么用吗？纳兰云烟彻底傻眼了，
只知道自己不想留在这儿，这是本能。可要让他真的想清楚，他也不是那么的清楚。但是陆泱泱这几句话直接戳到了他的肺管子里去，让他脑子里那些理不清的彻底清晰了起来。那你们的公主呢？你的那个好姐妹，你们关系很好吧？她也嫁给了我表哥呀，你们皇帝陛下也不管她了吗？是，从陛下把她送出去那一刻，就没有想过她的死活。和亲送公主本质上就没有用，不过是双方权衡利弊，还不到动手的时候。若处在乱世，公主遍地都是，有用吗？这只是一种手段。你要是连这个都没有想清楚，你还敢跑来和亲？纳兰云烟彻底慌了，她无力地跌坐在地上，也彻底意识到自己是真的蠢到无可救药。我跟你合作，我跟你走，但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就算不能把我送回大燕，也把我送到京城去？虽然两国的立场是对立的，但我跟你也没有仇。要是我们能顺利离开这里，我可以考虑想办法送你回大燕去。不过你得先答应，若我有朝一日真的送你回大燕，你要跟我保证，别让人为难离断，就是嫁给你表哥的昭和公主。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向来恩怨分明，说到做到，只要能让我回去，你姐妹就是我姐妹，我绝对不会让我表哥的大妃欺负她的。你给我再说一遍，你表哥的大妃？你表哥还有大妃？啊，对啊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在我们大燕娶2个正妃都很正常啊。我表哥的大妃是独孤氏的长女，他们自幼青梅竹马，我们大燕的皇后历来多半都出自独孤氏。很好，他记住了。他不赞成送公主，但是当时要不是赫连觉上赶着要离端，和亲的事情也未必会落到离端头上去。结果这什么狗屁翼王，他都娶妻了还娶，别让他逮到机会，不然早晚废了他。你不会后悔了吧？我进来的时间已经不短了，要是一直留在这儿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的。你帮我准备一下，我去收拾收拾。你出去跟他们说，你看上我了，想留下我当宫女。他们要是不同意，你就闹到他们来带人的时候，你再装作不情愿的样子，说你自己去找上清道长，到了以后再找他闹一场，尽可能的拖他时间，拖到拖不下去，你装作被气死的样子走掉。听明白了吗？有点复杂，但是闹事纳兰云烟很在行，他这半年都已经闹了不下800回了。没问题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他们找那些年轻姑娘来仙宫是做什么的吗？我听说来的姑娘一个都没有回去，你在这里见到过他们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有些确实是留下来当宫女了，那老道士通常不露面，天天忙着练什么仙丹，那些被他带走的姑娘也没有再出现过。我私底下听人说8成是被他练成了丹。你们中原人也真奇怪啊，天天想什么长生不老，炼丹还拿人练，真可怕。你跟着大殿下离开京城是几个人？就是大殿下身边还有没有别人？当然有啊，有个宫女，说什么是从小照顾她的，叫什么来着？雪烟，对，下边人喊她雪烟姑姑，整天跟着大殿下。多兰跟我说，她偷听到大殿下私底下还叫那个宫女阿姐，可亲密了。我本来还看她很不顺眼来着，这段时间烦的我都要把她给忘了。那个雪烟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吗？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，就是大殿下事无巨细都是他负责的，下面的人也都听他的。我知道了，我先去洗漱一下，你待会儿就去找他们闹去。纳兰云烟激动的点点头，喊多兰让人去准备水和衣服。陆泱泱婉拒了宫女的服侍，自己去洗了。你见到殿下了吗？殿下可还好？公子去了山府，里边藏着东西，
他说他会解决掉，让我们尽管解决那个老道士。我怀疑这个臭道士可能跟当年青莲案的上善仙姑有点关系，我得去看看。你找人暗中跟着我，要是我来不及报信，你就赶紧去救我。这个一个是迷药，一个是泻药，找机会先放倒一片再说，拖到林大人来支援我们。裴寂默默地接过药瓶，有段时间不见，这位的路子越来越野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有2个帮手还在半山腰那儿等我，你找人替我去报个信。对面岩壁的缝里还藏着个姑娘，万一我们都完了，你别忘了派人去救她。你是抱了必死的决心？那倒也不想死，但总要做好万一的打算。那既然这样，有件事我就不瞒着你了。上次在瀛洲码头，公子看到你跟令无忌关系亲密，他吃醋了。陆洋洋顿时满头问号，不是，这话组合起来，他怎么就听不懂了呢？你别胡扯八道啊！我跟他不熟，殿下吃什么醋？殿下怎么吃醋的？等你见了公子自己问，没时间解释了。我不是要跟你说这个，那个仙妃她是纳兰云烟，大殿下把她扔在这儿跑了，我已经跟她达成协议了，她会帮忙的。你安插人的时候注意点，她现在可不能死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最后说。我不是关心殿下，还没有来得及说吗？裴寂好端端被塞了一口狗粮，还是在这么紧张要命的关头。他总算是发现了，公子能对陆泱泱这么上心的原因，8成是因为他心太大。吃了雄心豹子胆的狗东西，当我这里是什么地方，你们也敢闯？我就是要个人伺候，怎么啦？就你们一群下贱之人也敢跟我作对？回去告诉你们那什么仙长，别说是他在这儿，就算是你们皇帝陛下在这儿，这人我也要定了。贫道并非怀疑娘娘，只请娘娘谅解，这姑娘是要送到仙长那里，有大作用的。娘娘想要人伺候，这仙宫里的姑娘，娘娘随便挑。若是都不满意，贫道这就叫人给娘娘送新的来，嘿嘿，保准让娘娘满意。你少给我放屁！大作用什么大作用？还不是你们这群老不休的贪图颜色，见不见呐？少个人你们能死，你们怎么不去死呀？我警告你，我看上的人还没有人能从我这儿抢走。今儿这人我要定了，你别跟我说话，就你也配跟我说话？哎，你们大招不是号称礼仪之邦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站着跟我说话，都给我跪下！直接带走！娘娘救命啊！娘娘，女人美心善，我愿意一辈子待在娘娘身边伺候。皮哥哥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？我现在就去找那臭道士去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！云峰道长也被气得脸色铁青，偏偏拦也拦不住。臭道士，你给我出来！大殿下当时走的时候怎么交代你的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连你们这破道观的小道长都敢欺负到我头上来！我不过是要个人，竟然敢在我宫里动手，你就是这么教育属下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不光要人，我还要剁了这臭道士的手，不然等大殿下来了，我要你们都好看！娘娘，云峰师叔，仙长请你们进去。喂，娘娘，所谓何事？你是龙还是虾呀？你不是都已经成仙了？你都成仙了，你不知道我来干嘛吗？我就是要个人而已，你手下这帮不长眼的东西非要跟我过不去，什么意思？你说说看，你们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我受够了！你现在立刻马上让大殿下回来，让他看看，你们就是这么照应我的！我现在要个人都这么难了，是不是？上清道长目光扫过陆泱泱，看似平静的眼波极其轻微的凝滞了一下。此女乃祸星，生来克六亲，身有妖孽附体缠身，但凡与之亲近者，必将遭祸事。陆泱泱一阵无语，不是，他怎么听着这话这么耳熟呢？上一个说他是祸星的是谁来着？仙长，仙长，此等妖孽留在世上，可该如何是好啊？
岂不是要引起大灾难，身边人也不落一个好下场？闭上你的臭嘴巴！你们胡扯八道个什么呢？什么祸星妖孽的，我听不懂，别跟我说这些啊！就一句话，这人你给不给？